现在川普跟欧盟的谈判呢，看起来这个非常的积极啊。他说有积极的进展哦。路透社讲说，随着欧盟准备要推进跟美国的贸易谈判，欧盟官员已经要求，就是呢，欧盟的一些企业必须要提供赴美投资的计划跟具体的一些讯息哦。那欧洲的媒体讲说美国将会促进欧盟限缩与中国的经贸连结。换句话说，可能代价就是你要靠我这一边，你不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走太近哦，又开始产生这一种拔河的这种感觉哦。那川普宣布呢，从6月1号开始对欧盟实施加50%的关税之后呢，冯德莱恩在5号的晚间是跟川普通了电话，所以获得延后到7月9号，这样子的一个延后的权利哦。也就是说，这个对等关税暂缓90天实施的这个截止日啊，就是7月9号之后再说了。那这样子好像美国跟欧洲之间出现了一些转机，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讯号，也使得美股的这个反应在昨天晚间大涨啊。那纳斯达克也好啊，道琼指数也好啊，都终止了持续下跌的状况，反弹。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其实是不是川普也希望赶快找个台阶就下啦？因为毕竟跟中国大陆杠了这39天，最后还是得要自己摸摸鼻子就是把这个残局收拾完。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然后一直到5月14号中美互降关税那其实事隔了39天，等于是川普向中方先低头但是这一次看到欧盟主动，川普赶快这个顺着台阶就下啦，不然这个美国的经济、美国的股市真的喋喋不休，恐怕这个对美国来说自己也承受不起啊。那再来大陆的这些塑胶工厂，就算现在好像暂缓了贸易战的这些关税要延后一些实施，可是已经是伤害到大家对于美国市场的信任了。很多的这些大陆的买家仍然不愿意重新转向这个美国的供应商，凸显现在中美两大世界的这个经济体要恢复商业的联系，还是有很多疑虑。对于大家来讲，谁知道川普下一秒会不会又有什么样的制裁出现呢？那路透社甚至讲为了避免这个市场上面的波动跟变化，很多的企业零售商考虑要私有化因为避免说市场的动荡产生对于公司估值的影响，越是把这些股权握在自己手中的话，相对掌控度是比较高的那另外我们看到了南华早报也报道，这几周以来很多的中越服装制造商对于川普已经是不太信任了，就算放出好消息他就说这回我们不信了。那接下来他们觉得说恐怕要找另外的替代方案才是真的，因为没有人敢在这个特别是这个服装制造业里面，已经没有人敢再压住在美国市场了，万一他明天又改变主意怎么办呢？这其实说了一句大实话，这是所有现在在做美国生意的人的一个忧虑要怎么样开始撤出这个市场或是规避风险因为避免川普随之又来一个兴起，你可能就是受到这些财产上面的严重损失啊。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东协，他说接下来要深化跟中国大陆的合作。那这次的东协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他说即使东协深化跟北京的关系，东协10国也不是背弃美国转而支持中国大陆他就是要寻求一个贸易上的平衡。但其实现在这样的讯号就已经等于说我不想要理你美国那一套啦，因为我还有另外跟中国大陆的市场，说是讲说我取得平衡，但是做起来呢，就是因为本来主要是外销美国嘛，但是他们现在讲说我是一个两边都要这个跟全球性采取一个平衡策略的一个方式那再来这个10月份将会签一个新的货贸协议 ATIGA，
在今年的这个东协峰会上面，各国展现了团结哦。那这 ATIGA 就是吉隆坡宣言，明确表态要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新加坡甚至还提倡说，那我们彼此成员国之间应该要零关税来做一个因应。东协的秘书长甚至说啦，就是川普已经敲响了警钟，让东协各国意识到说，我们不能再依赖这个单一市场哦，所以他们接下来会更加强化跟中国大陆的贸易上面的一个依赖度啊，或者是欧洲啊、欧盟啊的一个连结哦。那这一回你看到李强去到了这个峰会嘛，就是东协海合会三方的峰会，他说接下来呢，中方愿与东协海合会一道，充分发挥就是1+1+1大于3的整体效益啊。看起来真的是啊，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奏效啦，就是让这个所有的人，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全部的连接在一起啊。我们彼此之间就像新加坡讲的零关税，彼此之间连接在一块，整体效益是不是其实最大输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美国啊？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现在欧盟跟美国之间现在刚开始接触，因为事实上川普当时在这个抱怨的时候啊，那么他这个字里行间啊，就显示欧盟根本就没有跟他进行进一步的接触。那所以最近的前2天的媒体的报道说啊，准备商定双方见面的时机了。但当然，就欧盟基本上也不愿意跟美国之间完全这个破碎，他本来是有一点点要缓兵之计，就看看啊，你先跟别人碰碰看，碰到最后啊，你到处碰得头破血流，再跟我欧盟谈的话，搞不好欧盟啊可以捡一点便宜。我想他们是打这个算盘，而且欧盟本来已经对美国实施了对大概220亿美元的货品哈，已经征收了惩罚性关税。这个主要对这个就是欧盟对全球的钢铁、这个铝业还有汽车征25%关税的一个报复。那欧盟事前也讲了，就是说如果美国真正去落实它那个20%的对欧盟的对等关税的话，欧盟也已经准备好一个清单了。那个清单的总额是大概1200亿美元的这个货品的要实行报复性关税，所以基本上的话就变成就是说欧盟本来是用强硬的态度，当然这个川普一下要把这个税拉到50%的话，那跟原来征的那个20%因为欧盟这个对等关税当时川普要是给20%，那就变成是压力不成比例了。所以他就同意把这个关税把这个关税战进行接触了。那现在外界传出来就是欧盟想要对美国进行投资嘛，这个做法跟日本的很像，因为日本现在孙正义不是说他出来这个缓颊吗？就是说美日一共大家各拿钱出来，一共筹一个3000亿美金的一个基金来投资美国。那如果说各吃一半的话，日本就等于拿出1500亿。对，投资美国，这个可以解决其实川普这个贸易战对日本也是对欧盟贸易战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贸易平衡。日本大概对美国那个2024大概赚这个大概在650亿美元，那650亿美元可是他拿出来了1000亿1500亿这个事实上是他事实上贸易这个顺差的几乎是将近3倍那可是欧盟对美国基本上2024年它的贸易顺差是2000亿美元，那照川普的讲法还更多。对，川普反正每次都讲的比较多。好，我们就2000亿来算的话，那日本的例子的话，那是不是要拿出6000亿的投资？欧盟还有这个力量吗？所以我觉得就变成这个东西，既然欧盟释出的善意，就是那我来对你加强投资那这个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它可以解除就是说跟美国之间贸易顺差的问题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加强对美国产品的购买。那美国产品事实上能买的话，大概就是原物料了，就是说欧洲的美国的原物料，农产品是不行。为什么？农产品欧洲不吃基改食品，欧洲不吃有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这个残余的食品。所以美国的食品在欧洲很多都过不了欧洲的这个所谓的食品检验这一关。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汽车的话，你今天即使你把美国的汽车现在欧盟已经提议降到0关税了，
那也不会增加欧洲人买美国汽车的意愿啊。那就跟日本人一样啊，你不能逼着日本的消费者去买美国汽车，或者说你欧盟推出一个政策，就是说你今天买美国车，我给你现金补贴，这个大家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谈判还是有很多问题啦。那当然提到中国大陆问题，用英国的例子哈，其实这个外界有个误解。英国为什么说将来啊，如果中国大陆到英国投资的话，他要先跟美国商量？其实这个在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国家之间，这个是协定之间，这个并不是说很少见的。因为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给你进入我市场的优惠待遇的话，那很怕其他国家用你的市场来进入我的市场，进入你的市场去投资去生产，进入我的市场。所以呢，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特例，在国际间也常常发生的。所以如果说美国今天他认为说我给你欧洲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特别待遇的话，他可能就会提出来说，那其他国家，尤其中国大陆会去欧洲大量投资，他如果要投资某些项目的话，你要先知会我，要跟我商量。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个面向啦，并不会像大家想象，好像就是说欧盟跟美国在一起来整中国大陆，这个是不一样的。好，来请教聂老师。OK， 我重复讲，我曾经讲过很多次的，就是这一次呢，川普选上在这个选上之后，去年中国呢，我刚好在这个广州那看到一个影片，就讲到他们的名嘴在这个互相对话，曾经一个名嘴说，这个川普这个人选上太好了。现在呢，他再选上呢，这个2.0版，我们不需要再找外交专家，也不需要什么国防专家，我们就找一个谈判专家来对他，因为他们说他们很了解他。我要讲的是，大家都了解他的一个不变就是永远会随便善变，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川普的1.0版呐。当时的13轮谈判，其实中国大概就饱受一种欺负，他们就觉得你第一呢常常这个侮辱我们，又常常的说好了又这个反悔。所以他觉得这个川普这个人你不能相信他所做的这个一个答案是永远的答案，是最终答案。所以这个东西呢，现在让放出四海皆准，现在全世界人大家都看穿了。所以连这个 Asian country 都觉得这样的一个随时就善变呢，就像一个放羊的孩子嘛，大家都已经看穿了。而且我觉得他这次在全世界走，他要的是全世界的这个目光，要全世界的 camera， 这是这个卡达那边的一些王子这个高层讲的话，他们认为说国际应该有一定的外交的一个隐形规则，可是中国呢，这个川普呢不按牌理出牌，因此呢，他现在他用关税打乱的世界，他又要到处呢要去跟人家这个用他的这种想法，他最想要的东西去跟人家谈。那我就要来分析说，这样子呢，就像你原来在一个这个夜市或菜市场里面，你本来是一个老大，你很厉害，你甚至呢可以保护这些摆摊的小弟，结果有一天呢。奇怪了，大家都觉得不是你以前真的是要保护我，而且你还会带客人来帮我们买东西以前美国真的带着全世界壮大，有的，他还带客人买东西，还能会保护我们。现在不是，你现在呢根本没有真正想保护我们，你是来欺负我们，而且呢动不动就勒索敲诈，这也是那个日本当时呢不跟他想谈的，他们讲过的话，说其实美国就在勒索敲诈。那我讲说这个他不按这个国际的这个外交的隐形规则在走就照他自己一意孤行这种重商。重利，然后呢又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分不清的这种个性走下去，完了出问题了。而且我觉得他现在还没有打完，跟全世界很多人只是不敢得罪你，其实心里已经想要反击你的人，这些的一些战争心理战争已经他还要打很久，别的国家可能会很快落幕，他就完蛋了。所以你最后讲到1+1+1大于3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各位想一下过去 Asian Plus One 那是早期。这个中国崛起再加入 WTO 2001年底之后不断专为存底，带动了从铁公鸡节的整个基础建设，带动了 A 选的起来。这个 A 选国家10个国家就跟中国 Plus 在一起，哇 GDP 也大，整个国际的产值也大。后来呢，当然因为川普1.0打击了中国，当然就 China Plus One 了，就到外面去了，大家就很多移转到东协。可东协真的敢跟中国完全脱钩吗？没有。第一个土地也邻近也相连，甚至很多的高铁桥梁都是中国协助盖的。因此，这两边的节点其实是有一些是很难切割。现在重点我还不在讲说 China Plus Asian， 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还有一个叫做海合国家。海合国家在中东那个地方，开玩笑，那是什么？海湾的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
以前我们很少注意，像我们台湾的人民，你有多少人去注意了在海湾国家6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之间跟国际间的互动？没有，只知道它会产油嘛。当然这次大家也知道，川普呢也这个沾沾自喜的到了这个带了一堆这个科技大佬去跟他们谈了一些科技跟金属的交换，可是出了问题啊。卡拉后来发觉你就是要来目光，要来照相这个排场，你根本不是要跟我们这澄清交易。我要讲的是，其实中国好几次的年初的海合会已经签了很多跟石油和人民币的交换的各种的工业的一些这个合作。我认为现在中国加 ASEAN 加海合会，这个是一个更扩大，甚至让美国可能会在未来的国际局势更难走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好，请教舰长。如果我们看啊，许多政经高层或者是上市公司负责人的成功故事，他们常常讲的就是他们可能早上4、5点就起来了，然后他们呢，一边跑步一边呢听那个新闻。可是现在呢，听新闻或看新闻啊，不如直接追川普的那个 social media， 那也就是它才是真正的新闻来源啊。那我们最新看到的，也就是说，他终于赢了，欧盟现在愿意加速谈判。那他说这是他加税50%的一个威胁所得到的一个成果啊。那但是事实上来讲呢，其实我之前有谈到其实谈判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成员结构，也就是之前大家都认为美国其实它最主要的是针对中国，所以其他的成员就是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欧盟，或者是日本，或者是韩国，它基本上来讲就是先看看中美之间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没想到大家都当初看到的结果是中国大陆不退不贵，竟然降税100%以上所以他们就发现其实不要马上的去谈，所以第一个去谈的达成协议的英国，那磕10%，大家现在觉得有一点点不愉快那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一个有关于欧盟的部分他愿意谈，可是呢他们也不接受10%那其实我们现在讲欧盟，它就是一个合纵的组织，可是有没有敲动这个合纵组织的一个杠杆，也就是连横的一个机制呢？当然有那也就是说，敲动这个的，也就是它的国内的生产，例如说匈牙利它本身，我们讲到比亚迪，在这个国家里面，它有建构车厂，就给了匈牙利一个机会，它未来可以从中欧向西欧、向北欧、向南欧推展这个比亚迪的电动车。那这个是它最好的一个竞争方式。所以其实我们套一下那个哥伦比亚它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其实中国跟其他国家都谈的是合作，没有谁取代谁，只有自己国家竞争力不如人的问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真没看过有人这样打科技战的就是我一边在打，然后我一边还拿自己的人才开刀就川普才会这么干。他呢现在不只针对哈佛他现在对于所有的国际生的签证面试通通要全面暂停所以许多的国务院官员私下都抱怨说，这个川普所提供的指导方针过于模糊他们并不清楚什么叫做这个在个人 X 上面张贴巴勒斯坦国旗的照片，这个就要去审查，要接受一些资格审查。也就是说，他接下来要去看看这些外国学生你有没有去支持巴勒斯坦，要开始针对你们当时有没有反犹这件事情，要开始给你们做个记号贴个标签然后要把你给借机赶出去嘛。那白宫现在是取消了哈佛大学$1亿的合约，所以
补助会继续冻结，相当于台币30亿哦。那这个现在全世界的顶尖大学都忙起来，都动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7000名的国际生啊，现在全球开抢，川普不要，大家抢着要啊！哈佛的顶尖学生哦，而且能够去到哈佛念书的，来自其他国家的，一定都是这个最顶尖中的顶尖呐。那大家当然是现在祭出各式各样的一个优惠措施啊，然后表明能够怎么样帮助安排相关的一些后续哦，希望能够吸引人才过来。真的是只有川普恨不得把人才往外赶哦。那还有啊，这个把人才赶走，晶片其实也会反伤自己美国。美国智库现在预估哦，征这个晶片税呢，恐怕一年会倒亏42兆啊。那这个晶片的半导体的成本呢可能会增加，而且削弱美国自己本身的 AI 竞争力。加上中国大陆它是大力在补贴 AI 产业哦，所以你这样子不是也是在反伤自己的产业吗？未来已经可以预见了，将会是中国来主导全球的 AI 地位哦。那再来我们这个对比看看，你看现在中国大陆他们倒是很团结，要打团体战哦。中国大陆的2大国产晶片巨头要正式合并，也等于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国产 AI 算力整合现在展开了这个第一步哦。那一起来应对美国这一场 AI 之战。那甚至呢，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他们采取了3个方法，说来不影响 AI 的竞争力，就是呢预先囤积GPU 晶片，然后提高 AI 的模型效率，以及导入中国自研的半导体来对抗目前美国的 AI 战呐。那再来，川普因为快要过生日了嘛，我们知道这个6月15啊。还是算14啊，就是反正14、15美国时间了。那但是呢，他这一回要大操大办，他说要举办非常盛大的这个阅兵游行啊。那这是美国250周年的一个庆典。那他就讲说，这个可能将比拟超级世界杯或者是奥运会呀。那其实呢，他之前就已经在2018年的时候很想要办这样子的一个阅兵哦。那这次是不是终于可以成功了呢？我们来听一下。In some ways, I'm glad I missed that second term where it was, because I wouldn't be your president. And we have the World Cup and we have the Olympics. Can you imagine? I missed that 4 years, and now look what I have. I have everyth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great celebration, but most important of all is the 250th anniversary. That blows everything away, including the World Cup and including the Olympics, as far as I'm concerned. 对。为了要庆祝这个陆军250周年哦，但是呢，现在真正美国面临到的军事上的问题是，为了要办这场阅兵啊，要饿肚子啦。所以他们现在有这个消息哦，就是说一天只管1顿热饭哦。美军要求这个部队要忍耐，要把钱留给川普搞生日阅兵哦。那陆军的发言人讲说，不会，这个消息哦不是这样子的，阅兵不会影响到部队正常的训练。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传出来呢？那当然是肚子饿到啦。那再来看到了，现在美军的人数也是岌岌可危哦。那川普还持续在画大饼，美军现在自己本身都快招不满啦，但是呢，他还跟加拿大讲说，你可以免费加入我们这个精琼飞弹防御系统哦。那只要你成为我们的51州，你就可以免掉这610亿美元的花费，免费加入哦。那明年这国防预算呢，也要调高到1兆，就说要快速重建美国军队，就是让大家知道说美国再次伟大嘛。那你看这个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讲说，这个第一个兆美元的这个国防预算是真的。那现在川普就是要快速重建美国军队，真的做得到吗？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谢老师。奇怪，你要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那应该7月4号啊，怎么会到6月14号？对不对？哪有说你庆祝国庆选择陆军节？那海军节为什么不阅兵？那空军节为什么不阅兵？那摆明了就是要他生日阅兵嘛，对，还打着250周年干嘛？那川普这个心态，我觉得基本上真的把自己当作美国皇帝了。自己生日要花美国人这么多钱来庆祝，真的，我觉得美国的社会居然没有反抗，我觉得这个是蛮奇怪的一个啊。
美国人是不太搞这个个人崇拜的，虽然他们也很向往啊，这个欧洲的有皇室啊什么啊，也去很这怎么样，也去很这个崇拜这些啊皇室的生活。就是美国的政治传统里面不太去搞这种个人崇拜的，这样子，除非你真正对美国有很大的贡献，比如说美国这个宪法起草 Jefferson 啊，在华府没有什么几个纪念堂的啊，然后就是林肯。林肯纪念堂也写了简单几个字而已啊。林肯纪念堂说他救了这个联邦，就这么简单。如果说没有他的话，美国今天就分成2个国家了。一个北方国家，一个南方国家了，就分裂了嘛。所以把这个阅兵来庆祝自己生日，我觉得他讲那个庆祝国庆啊，根本是胡扯，就是庆祝自己生日啊。这个显示川普是有这个称帝的野心。有自己国父了，帝国美帝的这个野心，那所以他都认为他怎么讲呢？他做什么事都是对的。那我觉得当时啊，这个他挨了一颗子弹以后啊，他后来出来讲一句话，我说完蛋了，美国啊，这个民主制度面临的有史以来最大威胁就出来了，就是那位川普先生。他说上帝救了我的命是因为有原因的。这个 God spare my life for reasons。这个话讲的哇，这个只有君权神授的人才敢这样讲，对不对？你现在你要知道，你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不是上帝赋予的。当有一天你认为你一切都是上帝赋予的话，你心里面还需要人民吗？美国一向是强调一切是由人民所给予的，从来没有讲说是上帝给予的，尤其政治权利啊。那政治权利如果说是上帝赋予，就回到这个欧洲早期的神权跟独裁跟君王统治，就是君权神授嘛。欧洲花了那么多时间把君权神授的这个理论把它彻底从他们的这个政治现实处铲除结果居然美国出现了一个君权神授的一个总统。那所以哈佛这一次事实上的话躲不掉了。你这边讲的是1亿他之前已经裁了哈佛总共30亿了。对，然后呢，现在不接受所谓的这个留学签证的面试也就是说我不要留学生了。哈佛只是小菜一碟只要把所有这些留学生都要赶出美国，这才是主菜。那你说这个对美国不好，我就觉得那很好对，美国这个国家这么强，别的国家能够沾得上光吗？都被他霸凌所以一个弱的美国，对于不是美国的国家来讲的话，应该是好事嘛。好，来请教聂老师。OK， 那个刚刚讲的，我觉得蛮有趣的，没有错。这个他想把自己当皇帝，其实他不是光想当美国皇帝，我看他都要当世界皇帝你看那个他不是那个自己连那个教宗都自己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自己在那边搞这个我是世界什么宗教之父。我跟你讲，这个是很有问题的那个，因为我就是刚好看了影片，看到他去卡达去了这个阿拉伯以后回来以后，不是就他们上层就在传，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就是他们就在讲说，其实川普来，我们进行一些交易，但川普来这边，其实他整个场合看起来都不是来外交的，他是来踏着我们给他很棒和这白场很棒的这个红地毯，然后他要的就是这个白场，要的就是这个照相机的这个目光这样子，他完全是在做 one man show。那现在也是一样。好，那我要讲这个很有趣，另一个我觉得很有道理是30-40年前有部电影叫《Born on 4th of July》，一开始当大家就在游行嘛，前面就有很多越战老兵。那个美国非常庆祝这个国庆日，也就是一定要有大游行。没有错6月和7月很近，怎么谈的不是国庆日，谈的是他的生日？这个我觉得是蛮有趣。不过我觉得真的他绝了，真的绝了。我觉得他有2个东西很不及格。我真的只有他会做这样的事我先讲一下，以前我很欣赏他，甚至有崇拜他。我不欣赏他的，不喜欢他的道德，我是欣赏他的这种做事的能量。从年轻20几岁就开始训练仪队，在第5大道超枪还收费。很厉害因为他这个训练的很棒。然后呢，他在这个30-40岁的时候呢，就在纽约有没有就搞那个Trump Plaza、Trump Hotel， 然后到了大西洋城，他说他把这边海边的地就要弄一块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真的搞出了 Casino 的一个非常这个很棒，这 fascinating 很棒的这个赌场世界，有点这个接近了拉斯维加斯。再来，我觉得他 MAGA 的理念其实也没错，因为美国 decline 他想要再次伟大。那还有。他那个其实他被打那一枪的时候，我也很欣赏他，因为你换着别的总统，比如拜登，搞不躲起来保护我，他不是fight 把头站更高
你知道他不怕死，这一点我很欣赏。可是我觉得他绝了。第一个，他根本没有教育的 sense。哈佛大学，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在那边读，但我在那边做访问学者了。好，2017年，哈佛整个氛围训练的那种人才，你现在真的不要。你看现在全世界一听到全部想要抢药，我就开玩笑说，假设你家里有一个房间呢，它有很棒的东西占了你满个房间，你觉得哎呀阻碍了，不想要，我想丢掉。我跟你讲，大家都想抢要，比如你黄金、钻石都在里面，大家是不是都想要？这是好的，人才很重要，教育是立国之本啊。最后一个我很快讲一下，他经济也不及格，他根本不懂经济，他动不动他设了关税就是贸易障碍。贸易障碍干什么？你可以赚点钱回来没有错，但你知不知道贸易障碍就 trade barrier 跟开放是相反的。一旦你开了贸易障碍，你一定是要保护自己产业，但有些产业是你急需的，你不能设关税，因为晶片这种东西，整个产业链，你有设计端的高层没有错，你很需要台湾像制造业或其他在中下游的一些东西，你不能设，而且你要广招他们过来，让你的整个晶片产业供应链全部稳住，作为全世界主导。它以前是的确是主导，现在看起来只有中国不断的扎资金，不断的很谦卑在做。你不觉得主导权将来不久的将来真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35、45中国第一吗？好，来请教舰长。我们一般都认为啊，言论自由最发达的就是在美国，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研拟啊，也就是全面暂停国际生的一个签证面试，而且要增加社群媒体的审查，也就是未来啊，你要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他要叫你打开你的 Facebook、你的 IG、你的各种 social media。给签证官看看你以前都在讲些什么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国了，而且我们讲到说，他扣留了这个哈佛30亿的美元，他要给谁啊？他其实说他现在要给啊这个美国的全国技职学校，那意思是干嘛？在内部分化，也就是说，我交代这钱不是流用到其他部门，我是要给这一些技术学校的学生用，这会可好了。美国原来是在负责最尖端的研发的，现在你要降到有关于制造的部分，然后最尖端的最后呢，你就被中国替代了。以后中国不但是那个我们讲到世界工厂，而且它还要在2035年变成世界的一个标准的来源。那买什么都是要付中国权利金啊。至于说这个阅兵要怪谁啊？其实这阅兵要怪马克宏。为什么要怪马克宏呢？2017年，马克宏邀请了川普去看这个阅兵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是美国空军的一个雷鸟飞行表演队，那这旁边这2架是 F-22啊。那结果那川普起身敬礼，哇，愉快，他觉得这场面真是浩大，他也要来。那刚刚讲庆祝的是陆军节，因为陆军已经整个启动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 M1A1 的对不起 M1A2 的战车已经开始铁运了。那旁边这个也没闲着，旁边的是布莱德雷的装步战车，意思也就是什么，全部拉向华盛顿 DC， 要开始准备阅兵。那下面这一辆呢，也就是 M109A6， 也就是之前台湾最想买的帕拉丁自走炮，现在通通都在进行铁运。那至于说有关于这个金穹的部分呢，那金色穹顶的部分，其实这个是美国国防部所提出来的他的一个设计啊，他讲了半天啊，其实他只想做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比照这个星战计划 1.0 的话，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星战计划已经当初设计的，也就是低层、中层、高层的拦截器都已经完成了。低层就是爱国者，中层就是萨德，最高层就是标准3型啊。那它到底是要做什么呢？它其实真正要做的也就是这种高超音速飞弹的一个追踪空间的一个感测器。因为高超音速飞弹真正没有办法拦截的原因在于你没有办法预警。那这一个部分谁能够赚大钱呢？不要忘了 SpaceX 的老板为什么要回国？因为他准备赚大钱。好，你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印度哦，真的是哦忙翻了，因为他要让全世界相信他们是赢家，所以他们有一个宣讲团嘛，其实是有7个代表团哦，要去到全球32个国家来展开胜利宣讲哦。那宣讲内容就是印度是战胜巴基斯坦的，他们就要用人力这样子来战胜美国媒体的报道，因为美国媒体都有报道出来说是巴基斯坦射下他们的这个战机嘛，所以他们现在很努力啊，希望能够扭转这样子的舆论哦。可是就被下了一个标题叫做宣讲了一个寂寞啊。那印度的媒体就讲说，每个宣讲国其实呢随团都带足了150页的资料，向各国揭露出来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的行径哦。那尽管印度媒体呢讲成说他们这是国家意识的彰显，可是好像去到了日本啊，他们讲说就是外务省的官方网站就是简单的发了一个通稿，然后说礼节性的会面，也没有日本的媒体关注这件事情，而且150页的资料，日本外相只听了15分钟，看起来很努力很卖力，可是却没有人相信哦，可能印度也有点难过吧。那再来，印度现在不是一直讲说自己是第4大经济体吗？那 IMF 结果把人家给揭穿了，就说其实呢你这样说它是一个预估值，也就是说这个历史性的超越可能是要在2026年的3月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啊。但是我们昨天讲说他们就讲说自己已经是第4大啦，超越日本了，然后昨天又讲说他们3年内会超越德国了，要变成第3大了，结果现在被 IMF 给戳穿，就是这事情还没发生，所以印度可能又要伤心了。那这个大胜利的背后，结果竟然出现了一个消息，是不是让他们面子又要挂不住了？因为孟买的强降雨创下了107年的记录，这个新的地铁站呢才运作了半个月，哇，现在被淹没了。然后网友就说，这是因为地铁名称取得不好，这个地铁名称叫做水线就是招来了水所以不吉利，应该是水线的问题，所以这个现在被淹没了，可能面子又挂不住了。那再来还有莫迪现在又呛巴基斯坦就是说你是要吃饭还是要吃子弹呢？那印度的防长辛格甚至还说中国大陆应该要道歉，因为中国大陆一直在散播说歼十 C1 击落印度战机的不实消息，所以要求中国大陆应该要向印度来道歉所以印度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情况，所以现在看美国也生气，看中国大陆也生气。那他们说接下来他们要自制第5代的战机，预计2034年就可以上线来服役了。那就说要给这些看不起他们的人通通给他们好看，而且还有无人机开始要军备战了那印度要砸下142亿来增添他们的无人机战力可是你看看，如果巴基斯坦都是向中国大陆买的话，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有6代机了，而且还有这样子的9天空中航母这无人机的空中航母如果说接下来都巴基斯坦可以买得到的话，印度这142亿真的能够赶上这个中国大陆的目前的军事的科技吗？那还有澳洲现在是不是也加入了要挑衅中国大陆的行列呢？澳媒去访问了中国大陆的学者，讲到了澳洲军舰这军机军舰舰艇的逼近的这件事情，他说难道你们中国认为这是友好的行为吗？结果被狠狠的洗脸了。我们来听一下。So was that retaliation? Then think of what you have done to China, yeah? And then think about what China has done to you. It's not very friendly, is it, to show up and do live fire exercises? Why wouldn't China warn us? Well, is it friendly that you have sent aircraft and ships so close to China, yeah, to make all these provocations? Who did it first? 对，好像没有办法就是用礼仪的方式来回应是不是西方国家得要用强硬的方式回应才听得懂呢？那所以他就讲他说那好啦，那如果中国跟澳洲爆发冲突的话，谁会赢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回答。If that conflict that we've been discussing were to eventuate, who would win? You would lose, definitely.
You don't have enough aircraft. You don't have enough ships. And our military is growing by leaps and bounds. And we are fighting our home turf. And we are determined to safeguard China's sovereignty. On that, you can imagine our soldiers would be brave and our weapons would be lethal. 对，所以中澳关系又紧张了嘛？因为现在澳洲想要买回达尔文港哦，哎，明明是99年租约啊，可以这样说反悔就反悔的吗？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印度现在这些打败仗以后的行为哈，蛮奇怪的。其实印度这个国家怪事本来就比较多，他这些印度的这种苦行僧啊，有人说他有一个活到82岁，他说他78年没有吃没有喝，你相信吗？那后来那印度很多人就在查，后来不晓得查出来没有。那印度有一个苦行僧，他说他要达到目的，他要有一只手举起来就不放下来。他一辈子都手就这样举着，然后最后整个手全部枯萎掉了。可是他走到哪就举着那个手。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在修行，对，所以你今天你说为什么你打败仗你还要放假10天，对，那你为什么你还要派那个这个宣讲团到世界各地宣讲说你打胜仗？这就是印度式的思维啊。那如果说这个世界哈。哪一个国家是神的国度的话，印度就是神的国度。我去过印度很多次，印度的印度教啊，那个真的是无奇不有。有印度教里面完全里面庙里面都住的老鼠的，对。那还有那个印度教的，你进去以后，你发觉他那个僧侣哈，他很奇怪，他那个画的那个眼线啊，很像那个范斯哈，那个画的你看眼圈画那个黑黑的啊。那都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那印度还有一个叫牛粪节，你有没有听过？就全村的人啊，就大家在牛粪里面打滚，就搞一大堆牛粪，全村人都把牛粪都弄到身上。然后他说这是神圣的，对，所以印度做这些事情，你找不到答案的，他就是这么奇怪。那原因就是说，人家讲他就是相信很多神，他这个印度教的神多到你也搞不太清楚。对，很多人都可以成神，然后苦行僧一辈子不洗澡，然后你看那苦行僧那个不穿衣服的男的，头发一辈子不理的，街上很多，可是他们见到了他就怎么样？他就是印度人就是崇拜这些人。那印度过去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呢到处都是牛。然后在大街小巷都是牛，你说为什么这样？这就是印度啊！所以印度今天打败仗还做这么多事情啊！你说你要找理由的话，你说这些人都疯了吗？他就是要这样做嘛。那不过就整个来说的话，我觉得印度就是怎么样？他是唯心主义，他相信的事啊，你也不能说他不相信，他真的相信他做的事，而且他只要去。有那个相貌，有那个形以后啊，他认为就会改变他的心意，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玄学就是，好，来问一下聂老师。我先讲一下那个中国这跟澳洲的问题啊，当然这两边一向不是很友好。那不管谁先谁后，但我觉得这个记者采访错人。我要采访这个周波这个学者，我觉得刚刚听这个讲话真的厉害。他第一个呢答辩非常的 sharp。第二个呢，我觉得他非常了解，当然他讲得非常清楚 ，You definitely will lose， 你们输定了。他讲的东西都非常的到。那为什么现在中国以前是澳洲过来，是现在他们过去呢？他们 did first， 那他们后来去做，因为中国现在崛起，他们现在也知道过去你不友好我们现在的武力绝对比你强才过去，这已经非常明显的知道中国已经超越了澳洲。第二个呢，刚刚讲的这个印度真的很有趣啊。当然还没有讲那个手有没有？人家说你什么东西都用手，对不对？上厕所用手，吃饭用手，所以来到台湾说，请你吃什么最好？吃火锅最好，对不对？好，因为你也用手哈。好，我要讲的是这个哈。我们讲那个印防长他很有趣，那都是西方很多的地方的news 出来的这个新闻说，歼17真的好像击落了不管5架6架，结果他讲中国这是中国散布的消息。但是我想，我们所知道的消息是很多地方来源，除非我们也拿到的都是假消息。我觉得这个消息已经很多地方在讲，所以应该就不假。所以他们这个爱国主义到了一定，那没办法。那还有印度现在要做5代机，会不会为时已晚？而且我觉得这次光看打仗就知道，看印巴的战就知道，他的军力兵力多快2倍，坦克快多2倍。
那你的所有武器都多，为什么你还会输？其实量和质很重要，不是量多就好。你做5代机做再多也没有用。中国已经到了6代机，质也比你好，而且歼10也不过4代机就可以打掉了标风，甚至歼10在全世界的这个飞机那个战斗机排名是不进榜的，你知道吗？第1名是 F-35嘛，那个中国的歼20才第4名。不进榜却能够把第6名的这个阵风打倒，这不简单。那我觉得那是全方位的配套的系统，包括 AI 的定位等等。所以我觉得印度现在就是用文宣、用喊话，那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说我们绝对不会输来讲，来告诉世人。不过最后一点，我倒觉得我要用我角度讲，就是金砖4国在2003年10月1号出来以后，这4个国家，印度的确会追过日本，这是很多人都分析过的，而且是每5年检验一次，它不久将很快会超越日本，这倒不是10点的早晚问题。我先讲一下，未来世界绝对是中美印日俄罗斯巴西。这个整个这个欧洲系统都 out 了啦，那个非常清楚，他就用超车来画图的，那个所谓 Global Economic Paper Number 19来99号公报写得非常清楚，其实差不多。这一点我倒觉得印度其实 GDP 它的确会超过日本，因为日本其实也走衰了。不过这个超越不表示什么，不是 GDP 好就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他们一直用这个宣讲，好像是说怕被别人这次打仗呢，好像打输了，怕被人家看扁了，所以要用别的地方来称盘它。好，舰长。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或者是国防部的网站啊，其实他们对于印巴这个冲突的内容啊，几乎没有什么琢磨。那唯一不断在讲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豪哥哥。他们的飞机太刁了，他们的飞机太刁，连5部都会了，只有豪哥哥一个人。所以呢，要找对象啊。那至于说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印度啊，他想要那个发展这个无人机啊，发展无人机的。最重要的不在无人机本身，在于你该如何的分配频谱，你应该要如何的预防无人机的那个被电子攻击，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啊！不然你搞了一堆无人机，无人机只会飞，那有什么用呢？无人机的发展一开始都是进行征收，征收完之后，然后有投弹的功能之后，就变成察打一体。然后现在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9天的部分，因为前几天讲过了，我们就不再琢磨。9天最重要的，大家讲来讲去，它有这个舱那个舱，也就是它达到了中继以及运输的功能，也就是它不但可以作为第一视角无人机跟这个作战中心中间的中继站，而且它还可以运输无人机，让这个第一视角无人机它的飞行距它不用飞那么远，有9天帮你们带到。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啊，这个发展无人机一定要把无人机的道理想懂啊，不是因发展而发展。至于说啊，他们要发展6代机啊，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国内某位退将所讲到的啊。那其实那个2架3代机就变成了6代机了。好，那类似这一种概念呢、好吧？那所以也就是说啊，发展一个战机绝对没有这么简单，你要先从你的基本的这个材料力学、材料科学开始啊。然后还有你的导航、你的战系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啊？然后你再发展你的作战需求。那你作战需求当然不是针对巴基斯坦嘛，那你是要针对你未来的可能威胁。